他走到舵室，看了一眼 GPS， 林浩家门口所对应的海域，其实属于东海和南海分界点。他们以前出行，往往都是往东南方向跑，进入南海。这一次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往东北方向跑，所以此刻身处算是东海海域。阿浩，咱今天先往北拖一天，明天再折向南，边拖边往家赶。老猫见他在研究 GPS， 便说出了自己的打算。听你的，猫哥，这东海鱼和南海鱼有啥区别吗？出海这么多次，他们还真没有往东跑过这么远。区别还是蛮大的，东海是天然的鱼仓，海水温度低于南海，盐度相较南海更浓些，所以也有部分鱼类是南海没有的，比如说黑目小眼袋，南海就非常的少，但东海越往北几乎全是这一种。老猫说的比较笼统，当然他也不可能列个名录出来，告诉林浩具体鱼类的不同。随意聊着天，没一会，阿和就端来了老猫的饭菜，顺便叫林浩到甲板吃饭。饭菜还真的蛮丰盛，除了清蒸的鱼，还有卤五花肉炒的蒜苗，这玩意里面应该放点辣椒才过瘾。可惜整艘船除了他跟赖包吃辣，其他人根本就接受不了。虽说连着2晚大家都睡得格外好，但饭后被太阳一晒，还是有些犯迷糊。林浩再度钻到舵室，陪着老猫聊天。家里嫂子没上班了吧？没上了。老猫说了一句，随即又摇头苦笑。搬不上倒是比之前更忙了，家里的房子在建，他娘家人来帮忙，给工人们准备1日2餐。大女儿明年就高考了，现在1周不怎么回来，他又怕女儿在学校吃不好，隔天就得送点吃的过去。林浩跟着笑了笑，可怜天下父母心啊。钱够用不？不够你就吱一声，我先支点给你。够了，又不是像你那样盖个庄园。老猫还打趣了他一句。对了，听说你打算在村里盖些院子？有这个打算。这次回去就跟镇上协调，看划定哪块地。我爹是村主任，这事跟村里没法谈，只能是镇上出面。我能买一套吗？行啊，到时我给大家1人留1套，内部价，保证能便宜不少。不用，该多少是多少。阿浩，你也别太大方了，现在给的多，让他们养成习惯可不好，生米恩斗米仇啊。林浩笑着点点头，这话在理。恰在此时，阿和再度窜了进来。哥，快看，哥！林浩一惊，娘乙，不会又出事了吧？你说清楚点。有鱼在跳水。听到鱼跳水，林浩没好气的伸手在阿和的头上一拍。鱼跳水，你激动个毛啊？还看得少了？不是，都是大鱼，好多。老猫瞪大眼，一指外边。阿浩，快看！林浩看过去，片刻还真看到3、4条鱼跃出水面，虽然离着有点远，但还是能看得出鱼的个头真不小。我操！都是大鱼。阿浩，应该是黄尖子鱼，乖乖，一条至少有20-30斤呢。哎，可惜了。老猫说罢，一拍大腿。林浩也郁闷着呢，没办法，他们的是底拖网，现在的黄尖子鱼则在上层水域活动，肯定是捕不着的。脱掉试试。两人几乎异口同声。老猫说着便起身。阿和，长会舵，我们钓一下试试。阿和轻哦一声，其实他也想钓来着，但人小没人权啊。所谓的黄尖子鱼就是黄条虱，这玩意被誉为大海中的贵族，刺身极品，因其口感与金枪鱼不相上下，所以小日子非常的喜欢，从而间接也带动了国内的行情。现在1斤的价格破百是肯定的，等于说一尾10多20斤的鱼就是1-2千块。这种鱼在南海海域也非常的少见，可惜船上现在没有上层拖网或围网，而手抛网对于这样的大鱼所起的效果有限，只能针对密集性的小鱼。船上一共有5支钓竿，林浩全部给拿了出来，都是海边的。对于钓鱼自不陌生，他跟老猫1人1支，剩下的3支，阿晨、阿友还有赖包3人抢到了手。5人全部站在船尾，集体开始放线。远处的奋斗号好像也同样在这么干，不过那边只有2支杆子。利用放线的功夫，林浩看了一眼系统的数据，今天的幸运值也还不错，有个73点。不过这个黄尖子鱼系统早就开发过的，就算能钓上来，想来也不会消耗今天的幸运值。放出去70-80米左右，阿晨居然第一个中鱼了。索谢力。听着嗡嗡的出线声，林浩提醒了一句，再这么拉，几百米的线分分钟就得跑完。阿晨也想锁，但另一头的鱼力气太大，这一刻2只手也只能勉强的握住鱼竿。林浩发现了问题，伸出手帮着调整了一下卸力，结果下一刻鱼的拉力猛地增加，阿晨被带得往前迈了一步，要不是有栏杆挡着，说不得就得被拖海里。阿浩哥力气太大了。林浩正想上前帮忙，结果下一刻他的鱼竿猛地一沉，然后便是嗡嗡的出现声，他也中鱼了。赶忙将卸力锁紧一些，线上传来的拉力很大，不过他没打算溜鱼，现在就是抢时间呢，看能不能拉上来，接着再多钓机尾，所以他开启了疯狂收线模式。阿晨那边，林老二凑了过来帮忙，2人也在缓慢的收着线，2人连着中鱼，可把3个还没动静的看得馋坏了。我的咋没？赛羚羊，钓个鱼也分心，你说你能干什么？没一会，林浩的鱼当先被拉到近前，老猫拿来一个钩子，精准的钩中鱼鳃部，费力的将鱼给拉上了甲板。乖乖，真大呀！
黄条虱，俗称黄尖子。黄尖子鱼从外表看有点类似于金枪鱼，都是呈防朵形，身体胖乎乎、圆滚滚的。林浩拉上来的这一尾，保守估计应该在1.1米左右的长度，重量至少有40斤以上，在鱼尖子中算是较大个体的了。老猫拿了放血刀过来，正想着放血，却听阿斯喊道：“猫哥，你的肝终于了。”老猫大喜，将刀扔甲板上。阿浩，你自己放血。林浩蹲下身，在两边胸鳍稍下方的位置各来了一刀，等个1-2分钟就可以入库保鲜了。没一会，阿晨那尾也拉了上来，相较林浩的稍小些，但也有30多斤。要是淡水鱼30来斤，可能一个成年人拉上来不算啥，但海鱼的力气不是一般的大。鱼拉上来后，阿晨就在相互交替的拍打着自己2只胳膊。林浩主动帮着将他钓上的也放了血，片刻一手拎着一尾就扔进了冷库内，接着再钓。阿晨的杆子换成了林老二在钓，林浩还是自己钓自己的，还好远处还是能看到不时跃出水面的鱼，说明鱼群还没有远离，依旧在围绕着渔船周边区域活动。这次更快，林浩也才放出50米的线，杆尖再度一沉，又中鱼了，而且这一尾对比之前好像拉力更大。旁边阿斯面色涨红，咬着牙在收线，两边的腮帮子鼓鼓的，肚子也挺得老高，看上去像是在练蛤蟆功。老猫也好不到哪去，不过他是老渔民，自然有一套省力的法子，收的不紧不慢。